好的，那么我们在谈到了静态路由的配置啊，包括了这个负载均单，然后包括了这个备份的配置以后啊，那么我们来简单的通过实验看一下静态路由如何去配置。我们来看一下静态路由如何去配置，在实验里面，首先呢，我们打开 ENSP， 然后呢，我们拽出几台路由器啊，我们2200，我们先拽2台，我们先拽2台。然后呢，我们再启动完了以后，我们再去连线这样的话会节约一定的时间。让路由器先在后台启动，然后呢，看 PC 首先 client 1连接路由器的0-0，这个 AR2 的0-0连接 client 2，然后 AR1 和 AR2 用0-1互联。好了，就这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图啊，非常简单的一个图。然后呢，我们写一下 IP 地址。首先，这个地方 192.168.110.0或者说 1.0 也行，/24。这个网段是 192.168.1.0/24。然后 PC 的地址是.100我们一直用.100这个地址。然后路由器的地址呢是.1。这个 R2 也是一样，这边192或者我们写个 172.16.10/24 172.16的，这边呢是.1，这边呢路由 PC 呢也是.100。好，中间这个我们找一个相对来说看起来比较合理的，比如说60.1.1.1这个其实也不合理了，是吧？.0/2460.1.1.0/24其实看起来也不是特别合理，但是总比那个1.1合理一点。然后 R1 呢就是.1， R2 呢就是.2。好了，那么这个呢，整个的整体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地址。好，我们把这个 PC 配上 192.168.10.100 对吧？因为 PC 的网关这个 PC 它的网关应该是这个嘛。那么这个 PC 呢，这是172.10.100，255、255、255、250，172.16.10.1这个 PC 的网关172.16这个是10。然后我们来看路由器的配置。这个是 R1， 我们再来点开 R2。好了，2个。首先呢，在这个里边，注意，你要是不起名字的话，你一会儿就搞不清楚哪个是 R1， 哪个是 R2 了。当然，看标签是可以搞清楚的，但是一般我们就看到这儿了。所以说，我们要先 sys 然后 sys name R1 我们先把它变成 AR1。这个呢，我们要给它起个名字，我们把它配成 R2。然后注意看，我们先来配置基本的 IP 地址。好 ，interface G 0-0-0，注意看是0-0-0连这个，所以说这个0-0-0要配 192.168.1.1，IP address 192.168.10.1，24位。然后 interface G 0-0-1，这个接口配60看0-1 60.1.1.1。IP address 60.1.1.124。好，完了。对于 AR2 上来说 ，interface G 0-0-0
IP address 172.16.10.124，因为它的0-0连的是172.16.10网段啊，这个是.1。好，我们再继续。那么对于这个 interface G0-0-1来说，0-1来说，它是不是也是那个60.1.1的网段呀？哎 ，IP address 60.1.1.224，看它是60.1.1.2 0-1接口。好了，那我们的基本的 IP 地址就配完了。首先，我们先来测试两个 PC 是否能拼通网关，拼192.168.10.1。好 ，PC 1是可以拼通自己的网关的。来看 PC 2。拼172.16.10.1 OK， 两个 PC 是可以拼通自己的网关的，但是你去让 PC 1去拼172.16.10.100拼 PC 2是不行的它直接给你的是 timeout为什么不行呢？因为 AR1 上不行。好，我们来看一下 Display IP Routing Table。那么对于 AR1 来说它呢现在是只有直接连接的路由。你看，我有两个接口，分别是 192.168.10.1 的接口，那么我有一个 10.0 的网段；我有一个 60.1.1.01 的接口，那么我有一个 60.1.1.0 的网段。我只有这两个网段，别的都没有所以说我根本没有到172的路由我路由表里面根本没有到172.16的这个东西，那我就不帮你转发。好，下边我们来看，首先想让 Client 1能够访问到 Client 2，是不是在 AR1 上要增加一个去往这个网段，或者说是这个主机的一个地址一个路由条目。好，我们来看 AR1， 写静态路由 IP root static。好，我们来看片子上面的内容，在 B 上面，对吧？它这个是 B 上面，想要去往这边，那么就要写 IP root static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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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来看对方的目标是多少？在 R1 上面，我们来看 R1 上面它的目标是这个网段吧，所以说是 172.16.10.0/24，我们要把它写到这个路由表里面去，所以说172.16.10.0/24，当然你也可以写24写成255.255.255.0一样的我们先这么写一下，然后你可以写下一跳地址，也可以写接口，但是由于这是以太网接口，我们说了以太网接口不建议直接写出方向接口，所以说我们直接写下一跳地址，下一跳地址是对端的，所以说是 R2 的 G0-1 的这个地址 60.1.1.2 60.1.1.2 回车。这样写完了以后 Display IP Routing Table 你会发现多出来了一个这个东西 172.16.10.0/24， 这不就是刚才我写的吗172.16.10.0 3个255，这不就斜杠24吗？然后看这儿 static 静态的60这个是默认的优先级，然后 60.1.1.2 看后边 Gigabit 基比特以太网口 0-0-1， 对吧？我写的是这个地址，它会自动的帮我找到是 G0-0-1 我自己的本地接口我自己的本地接口。好了，那么说我这儿有了这个东西了，我是不是就能够访问了呢？注意看，还是不行，还是不行。这是为什么？说我已经有了去往 172.16.10.0 的路由了呀，为什么我的 PC 还是不能够进行通信呢？注意，在这个里边我们要考虑到涉及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数据的通信通常情况下都是双向的绝大多数的数据通信都是双向的，这意味着你要过得去注意，这意味着你不仅要过得去，还得让它回得来。我们在讲拼的时候
我们在讲应用层的协议拼的时候，我们谈到过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叫做什么？好，我们来看，我们在讲拼的时候谈到过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不仅要过去的时候那个 ICMP 叫 echo， 然后对方回应给你一个 echo 的 reply， 你才能够在这儿显示为成功。无论是 echo 过不去还是 reply 回不来，在你这儿都显示为失败。所以说，如果你想让他们两个能够正常通信的话，你不仅要考虑过得去，还得要考虑回得来的问题。那么我们在这个上面增加了对于这个网段的一个路由，我们只考虑了过得去的问题。那么回得来怎么解决呢？你要在这台设备上增加这个网段的路由啊。好，我们来考虑一下啊，或者来看一下这个到底是个什么情况。首先，对于整个的网络来说是这样的啊，两个路由器，然后两个 PC。好，在我们这儿是两个 PC。首先，路由器 A， 路由器 B，PC A，PC B。注意，然后我说，先开始这个 IP 报文的访问是原 IP A 或者我们把这个写成 PC 吧 ，PC A 这个叫做 PC B。原 IP 地址是谁？从这儿发出来的 PC A。目标 IP PC B。这是一个字段，这是一个字段，从 PCA 到 PCB 嘛，然后里边的内容 ICMP 的 echo， 就是 echo 的请求，这个作为一个数据报文，再发给 A， 这个发给 A 了 ，A 看什么 ？A 发现你要去哪儿？去 PCB 这个地址，然后找自己的路由表。由于刚才我们写到了这个静态路由，所以说在我们的静态路由里面，它是有这个路由表的，它指示为我们到这边去，对吧？我们指示为到这边去，所以这个数据报文通过 A 的路由表就到了 B。B 也是去找你的目标，发现你要去往 B，PCB。而 PCB 这个地址是不是在 B 上面显示为直接连接的？这是一个 direct 呀 ，dir direct 呀，直接连接的。所以说 B 会把这个东西发给 PCB 的，这个不用怀疑，这个没问题。然后 PCB 收到了 echo， 是不是它要向这边去回那个 echo reply 了？好，我们重写一下。它要回这个 echo reply 了，那么回 echo reply 的时候，它的 IP 的封装又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来看一下，原 IP 和目标 IP 分别是谁呢？注意，通常情况下，我们在回复的时候是收到你的原是我的目标 PCA， 你的目标是我的原，一般是这样 PCB， 也就是说。把这个你过来的这个数据包的原和目标调了个个，然后放在这儿，放在下边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看发给 B， 把这个数据报文发给 B，B 去查找，依然是收到一个数据报文去查找你的目标地址，发现你的目标 IP 是谁呢？发现你的目标 IP 是 PCA， 而现在对于 B 来说，这个网段是非直连的，它没有任何的路由信息，只是 B 告诉他把这个东西发到哪儿，所以 B 发不了。B 的路由表里面现在没有这个东西，那就怎么办？丢掉。所以说这个报文到这儿被丢弃了。这个报文在这儿被丢弃了，所以说你的 PCA 去拼 PCB 是通不了的，你去拼 PCB 是通不了的。那么你怎么才能让它通呢？很简单，你在 R2 上，我们来看，刚才我们在 R1 上写了这个网段嘛，
我们在 R2 上去把这个网段的静态路由给它写上去。好 ，R2 上面 IP root static 192.168.10.024，看是不是这个网段嘛？啊，哎，是 1.0 还是 10.0 啊？哦 ，10.0， 我写错了。啊，这个地方描述错了，是 10.0。192.168.10.0/24这个网段，好，我们来写。然后下一跳地址 60.1.1.1，对吧？对于 B 来说啊，对于 B 来说，那么它的下一跳地址应该是这个接口的地址 60.1.1.1。然后我们回车 display IP routing table 啊，我们可以简写为 display IP route 啊，就写到 ROU 其实就可以了。然后看到这儿加了一个条目 192.168.10.0 静态的60优先级，然后下一跳 60.1.1.1 接口 G 比特啊 Gigabit 0-0-1啊0-0-1就这个接口。好，这个东西配置完成以后，我们再来去拼，你就会发现它们两个通了。啊，它们两个通了，啊，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现在过得去，并且回得来了。所以说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大家在讨论问题或者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的是，不仅你的数据要过得去，还要考虑到对方是否能把数据给我发回来。大多数或者说绝大多数的数据通信单向是无效的。好了，休息一下。